这一看，巴西圣保罗骑兵一番队的阿 Sir 已经全体出战，如此大张旗鼓，看来今天定是大案要案。眼瞅着这群人的样子，就知道来者不善。让我们一起跟随阿 Sir 的镜头，看看今天被抓的是哪个倒霉蛋。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蹲下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巴西老哥最后的自由。这才一大早，阿 Sir 就接到朝阳群众的密电，说是有一群老哥正在马路中间开着 party。果然，阿 Sir 大老远的就看见前方路口人山人海，才刚靠近，就发现一位骑着无牌头盔、不戴摩托的老哥，上去就是一脚，确认过眼神，自己就是阿 Sir 要抓的人。反应过来的老哥狂领油门，向阿 Sir 展示了什么叫做一骑绝尘。就在这时，阿 Sir 发现另一个带着挡泥板的老哥也没有车牌，这个好，这个有小香风。阿 Sir 甚至连1秒都没犹豫就转移了目标，还没开始，又发现一辆野生摩托停在这儿，看来这只小黄鸡已经结束了游戏。回头确认身后有队友来处理，阿 Sir 便全神贯注地开始追起了小香风。不愧是能带妹上分的男人，居然这么灵活。阿 Sir 差点就被他的假动作给骗了，才刚跟着老哥钻进小路，前方就杀出一位 NPC。好家伙，这转角遇见爱简直不要太刺激。而从老哥的路线来判断，他对这里明显非常熟悉，看来是如假包换的本地人，童叟无欺。别看这路是越跑越偏，但老哥的车速倒是越来越快，哪怕比阿 Sir 多带一个人，也没叫他占到半点便宜。甚至在连续2个完美的压弯之后，还将阿 Sir 甩得越来越远。这一波操作出乎了阿 Sir 的意料，看来和往期的动力碾压不同，今天老哥这车的动力并不输给阿 Sir。作为一场相对公平的对决，两人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。来到这个路口时，阿 Sir 觉得非常熟悉，这不是刚才开 party 的路口吗？怎么不知不觉就被这老哥带着绕了一圈？老哥这番操作，难道不怕守在这里的其他队友吗？冒着如此大的风险绕回来，想必定有什么不得不做的理由。就在这时，老哥在前方路口突然放慢了车速，后座的妹子居然趁老哥减速时瞬间下车，这动作可谓是相当丝滑，腿长就是好。而就在这时，没想到前方的 NPC 还上来给了阿 Sir 一脚。如果说刚才是相对公平，那么对于已经卸下了挡泥板的老哥来说，现在就是绝对公平。刚才带一个人都能和阿 Sir 拉扯的有来有回，那现在老哥不是得彻底起飞？事实也正是如此。从阿 Sir 的视角来看，没有了挡泥板之后，老哥压弯的倾角变得越来越深，瞧瞧这个弯，简直是堪比马奎斯。好家伙，就刚才这个2连弯的连续压弯，一般人根本就做不出来，哪怕是阿 Sir 在通过时也明显慢了一拍。抓住空当的老哥带着阿 Sir 进入了新的路线，看来是想扩大战果。这老哥的思路非常清晰，趁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战力表如何。好，没有想到这老哥居然是位6星大佬，这种实力在阿美利卡都不好找，在这种地方更是凤毛麟角。眼看老哥如此强悍，阿 Sir 立刻开始争分夺秒，毕竟前方进入了多弯路段，要是稍不留神，前面跑这么久都是白干。当拆这么久，阿 Sir 还是第一次嫌自己的车太慢，这在动力上跑不过老哥，还真叫他有些不习惯。万幸的是，前面3岔路口刚好在老哥背影消失的最后1秒看清了他逃跑的方向，趁着大直线没车，阿 Sir 把车速提到了120公里每小时，看得出来这也是真的豁出去了。这1个月几个钱，你玩什么命啊？就不知道学其他队友摸块鱼吗？眼下的情况，用妙界肩颈按摩仪至尊版，放松一下肩颈才是当务之急。精致皮面升级，艾灸碳技术也值得多提。他的按摩头是我用过最像人手的，我为妙界举大旗，看谁敢与大师博士为敌。堪比楼下老师傅的专业手法，上边揉推紧侧肌肉，下面加按斜方肌和富贵包，搭配升级的艾灸碳技术，热灸后颈，舒活经络，颈部三角区一活翻起来，整个人都轻松多了。以前低头做视频太久，后颈像冰块一样又凉又硬，头晕发麻都是家常便饭。也试过针灸艾灸，但效果都不理想。后来才知道养护这件事要融入生活里，每天把妙界扣在身后，紧致腰背按摩，比去按摩店方便划算很多。它的配置也比其他按摩仪高出一级，有4种模式，2档热敷，给爸妈揉腿捏腰，帮我尽尽孝心。需要的话就来评论区领券吧。双旦期间领券就是最低价，保价1年送运险，1年以换代修，自用送礼它都靠谱。但尽管如此，阿 Sir 也只能做到勉强不跟丢。瞧瞧这老哥压弯的倾角，等妹子下车以后，他每一个弯都压得叫阿 Sir 赏心悦目。如此操作，除了技巧以外，还需要一颗强悍的大心脏，因为他的每一个弯都是盲压，根本就看不到路口后是什么情况。哪怕是强如阿 Sir 在过弯时也得犹豫一番，生怕转角遇见爱。难怪这老哥拥有6星大佬的实力，正是对这样细节的把控，老哥所领先的距离累积的越来越多。
精彩，实在是太精彩了！阿瑟的跑法和老哥明显不同，他并没有老哥那般具有观赏性的压弯，他使用的急加速和重刹车速度倒也不慢，始终保持着能看见老哥方向的距离。老哥也没想到这阿瑟居然这么难缠，面对穷追不舍的阿瑟，他使出了绝技，利用这里的地形将车技发挥到了极致。如果不用慢动作，根本就看不到老哥的背影。这一波操作下来，面对这个十字路口，阿瑟只能凭借运气来猜。观察了右侧之后，阿瑟选择左转，没想到30%的概率都被他选中了。阿瑟也知道这一次极为侥幸，下一次可不会这么走运，于是他连忙呼叫队友前来支援。此时的队友们才刚刚将视频开头的那只小黄鸡处理完毕，现在正集结大部队朝着阿瑟这边赶来。此时的老哥毫不知情，还在巷子里和阿瑟来回转圈。虽然此刻他领先的距离几乎将阿瑟看不见，但只要队友赶来，5、6人分头行动，这么窄的巷子自然也是插翅难逃。在这个弯道扫了一眼前方没人，只是瞬间阿瑟便推断出了老哥前进的方向。虽然在过弯这一块的能力不够强，但阿瑟的反应真的是堪称一绝。落后了数百米，在如此多弯道的情况下，居然还能每一次精准的找到老哥的方向。如果角色调换，这阿瑟逃跑不行，但追人真的是叫人不得不服。现在老哥想利用这条大直线将阿瑟彻底甩开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阿瑟呼叫了队友，确定老哥的方向之后，他们在前方已经等候多时，看见了。不过队友好像并没有成功拦截，看样子是老哥的车速太快，他们并没有下手。不过或多或少的对老哥的速度也造成了影响。哎，怎么又绕回了这个梦开始的地方？不过这一次还有一位阿瑟在前方等候多时，他一路小跑上去，毫不客气的给老哥来了一个飞踢。这画面就连阿瑟都看不下去了，多少有点影响阿瑟正义的形象。不过从前方活蹦乱跳的老哥来看，也知道他的这一招并没有起到作用。眼看自己已经被重重包围，再继续走常规路线肯定行不通，老哥便又一次带着阿瑟开辟了新的道路。走这种小路总不会被预判的吧？等会儿从前方绕出去又是一条好汉。大家老哥没想到的是，前方转角居然遇见了阿瑟，这可给他吓了一跳。但是不要慌，身为6星大佬，他还有保命的一招。老哥虽然个子不高，但轻松一跃，跳下摩托衔接一个疾跑，外加轻功水上漂。不对，轻功臭水上漂，居然还真就叫他这样过了河。看了看这臭水沟里的环境，阿瑟果断选择了放弃，他的目标已经完成，剩下的就让队友去找找看。相比较老哥本人，他倒是更好奇老哥骑的是什么车。这一路下来，不管是直线还是弯道，自己完全占不到便宜。可是当把老哥的车扶起来一看，才发现这居然只是一辆雅马哈的150，而他自己骑的车至少是个本田300cc的排量。本以为是公平的对决，没想到老哥的车依旧是比他弱上不少。直到此刻他才明白，这老哥的6星大佬果真不是吹出来的。不过看着这崭新的摩托，他的心情倒是好上了不少，至少这一趟没有白跑。不过从他和队友的手势就能清楚的看到，队友并没有抓到老哥。虽然损失了一辆崭新的摩托，但好在老哥并没有失去自由。阿瑟这边收获了2台载具，今天也没有白干，最终的结局可以说是双赢。经过调查，老哥所骑的这辆车是赃车，最后直接被阿瑟充公。这一下老哥又要去打工买摩托了。